香港最新恐怖片《酿魂》惊悚来袭。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可这酒瓮里酿的居然是活生生的人。胆小的观众赶快艾特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女友车祸去世后，子杰总是梦到女友被困在一个装满酒坛的地方，耳边还会浮现出一些奇怪的话。朋友们得知这一情况，决定带着他去岛上一个隐士村落散散心。刚上岛的时候，几人兴致明显不错，偶尔还会停下来拍拍照片。途中，神婆发现树上挂着一个银手镯，他刚伸手触摸了一下，耳边突然传来孩子的低语声。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诡异的山洞口阴风四起，声音仿佛是从那里传来的。等他们终于赶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大伙儿全都傻眼了，整个村里破败不堪，像是几十年都没有住过人一样。我之前上網見到唔係咁㗎，好多人㗎，仲有人擺手添㗎。嚇你冇過嚟嘅咩？看到白毛呆住的样子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他只是在网上看到信息，就草率地带他们过来了。嘉豪一听，当即决定原路折返，要回去住5星级酒店。结果这一提议被白毛拒绝，因为停靠在岛上的船2天才有一次，所以他们这2天只能被困在这里。大伙儿虽然不情愿，但也只好把这里当成荒野求生。可几人却不知道，有一白衣女子早就在暗中盯上了他们。在找住所的时候，白毛不小心崴到脚，可就在安置白毛时，神婆再次听到那个呼喊声。这声音让神婆惊疑不定，她丢下2人，独自去找声音的来源。子杰不放心，也跟了过去。可在经过一扇房门时，一道人影一闪而过。子杰以为是神婆，走进来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个白衣女子，應該是當地村民。呢條村唔歡迎外人，天黑之前要走。快啲走！突如其来的喊声把子杰吓了一跳，他转过身抬腿就走，却丝毫没有留意到脚下有张破旧的老相框，上面赫然有女孩的身影。子杰继续寻找神婆的下落，发现露出一条门缝的2层小楼。神婆突然惊魂未定地走出来，原来她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大酒瓮，但关于受到惊吓的事，神婆却并没有多提。子杰认为小楼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，便打算在这里落脚。谁知还没等到晚上，又出现一个村民想要赶他们走。你嚟我條村做咩啊？老人名叫华哥，得知他们是来这里游玩的，这才放下心，还邀请几人喝自家酿的酒。这是村里最有名的玉冰烧，味道和外面的一点都不一样，因为这是用肉酿而成的。鼠肉，甜鼠肉。好奇的子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发现一扇虚掩的门，推开后就看到一个女孩正在房间里。可没想到这一举动竟让华哥异常愤怒，当场把她推到一边。交我女啊！怒斥完子杰后，华哥突然眼角抽搐，耳边也传来一些声音。华哥痛苦地捂住脑袋，大叫出声，然后疯狂地往四周撒盐。几人被华哥反常的举动吓到，以为他是精神有问题，便连夜离开华哥的房子，打算另寻住处。一路上，大家都觉得村里处处透着诡异。看村里的摆设，明明是有办过婚宴的痕迹，可如今却只剩下华哥父女2人。黑暗中，子杰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竟然是死去的女友打来的。大家顿时吓了一跳。神婆壮着胆子抢过手机，接通后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他们只能认为是有人在恶作剧。可等几人拿出手机时，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。神婆觉得这极有可能是子杰女友有話要對他說，當即布下招魂儀式，準備召喚加祿的魂魄。我試下幫你揾佢，但係我講明先，認我哋嘅唔一定係加祿。神婆布下一个五角星芒阵，让子杰把手机放在中间，随后点火起阵，嘴上还念念有词。不出神婆所料，他这一举动果然唤醒了其他的鬼魂。此时正在熟睡的华哥，不光听到鬼魂索命的声音，还总是看到自己被一大群村民围起来灌毒酒。更诡异的是，现在除了华哥和神婆，其他人也能听到耳边传来的低语声。白毛在寫日記的時候，更是親眼看到一隻漆黑的手抓着他手腕不放。我哋要走，再唔走我哋有人會死。
女人说话一语成谶，只是没想到死的人竟然是他自己。就在前一晚，神婆开启了招魂仪式，本想召唤子杰的女友上来，谁知竟无意中放出困在岛上的冤魂。这次神婆也终于亲眼看到了那个喊她妈妈的小女孩。原来神婆曾经打过一次胎，这也成了她埋藏在心里的一道心结。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能在这里看到女儿长大时的模样。情绪激动之下，她早已分不清现实和虚幻，毫无防备地和女儿拥抱在一起。另一边，她的同伴嘉豪也看到了早就过世的母亲。多年前，嘉豪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母亲就是这样抱着他在浴缸里，当着他的面割腕自杀。如今儿时情景再现，嘉豪早已泪流满面。此时子杰还在外寻找神婆的下落，手机铃声突然再次响起，依然是去世女友打来的电话。这次他壮着胆子接听，耳边传来的却是他和女友最后一次通话的录音。子杰再也抑制不住对女友的思念，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看到女友被人用红绳绑在一张床上。子杰抓着女友的手，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女友怎么可能会在荒山野岭里出现？果然，当他再次回头的时候，女友已经换上红嫁衣，正等着子杰来迎娶她。就在两人对视的那一秒，子杰猛然惊醒，直到现在他才察觉自己整晚都在外面。他急忙回到房子和朋友会合，可唯独神婆不见了踪影。于是三人来到荒野中寻找神婆的下落，结果却看到神婆惊恐地朝他们冲过来，嘴里还不停喊着快走。正当几人疑惑的时候，就看到华哥拿着砍刀朝他们冲过来。几人哪见过这种场面，立马撒腿狂奔。等甩开华哥后，神婆告诉大家必须要尽快离岛，不然他们当中会有人丧命。可最近的一条船也要等到明天才能到。三人约好先去登船的地方等着。哪知神婆突然不管不顾地独自离开，任凭他们怎么喊也不见回应。等追上神婆的时候，才发现她一直在盯着一个酒瓮发呆。子杰探头看了一眼，瞬间被吓得汗毛倒竖。原来里面装的竟然是神婆尸体。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四周早就没有神婆的踪影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刚刚看到的其实是神婆的鬼魂。几人吓得扭头就跑，直到筋疲力尽躺在地上。白毛贴心地用纸巾帮嘉豪擦裤子，原来他早已吓尿。嘉豪恼羞成怒，翻身按住白毛就是一顿暴打，指责他选了一个鬼岛度假。由于自责，白毛并没有还手，随后更是把神婆的尸体搬了出来，想要带他回到城里。可经过刚刚那么一闹，三人又走散了。子杰在寻找嘉豪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人在他附近跑来跑去，可等他一转眼，对方又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子杰又听到手机铃声，他一摸上衣，却发现手机不见了。这时候他才察觉铃声是从底下传出来的，原来他的手机竟然被人埋进了土里。子豪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做的，他刚站起身，子杰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华哥绑在椅子上，看着他又拿起砍刀朝外面走去，子杰拼命地呼喊着，请求他别伤害自己的朋友。可华哥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他前脚刚刚离开，那个白衣女孩就来到面前。他告诉子杰，神婆是被阿武杀死的，与他们父女没有关系。可阿武又是谁呢？为什么子杰从来没在村里见到过他的身影？这个男人趁着女孩家里没人，强行把生米做成了熟饭。事后女孩痛不欲生，任凭父亲在门外如何敲门都不答应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场噩梦竟还没有结束，因为那个男人阿武仗着自己是村长的儿子，竟然带着全村的人上门逼婚。不明真相的父亲答应了下来。不料新婚当夜，女孩上吊自尽。身为父亲的华哥顿时失去理智。你害死我個女！你害死我女！华哥盛怒之下将阿武活活砍死。在他看来，该死的不光有阿武，那群推波助澜的村民一样是杀人凶手。于是华哥在酒里下毒，然后在宴席上给所有人敬酒。一杯酒下肚后，村长率先吐出一口鲜血，接着村民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最后华哥将阿武分尸装进酒坛里，并布下法阵，让他的灵魂永不超生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之后，阿武竟然变成一只凶悍的厉鬼，还意外被神婆唤醒，这才招来杀身之祸。而此时华哥已经把白毛扛回家里，现在外面只剩下阿豪。可天已经黑了下来，他希望最坏的事情不要发生，可惜注定会失望，因为阿武已经控制嘉豪，推翻了装有他躯体的酒坛。最后阿武正式附身在嘉豪身上。
没一会儿，嘉豪就拿着锤子劈开华哥的大门走了进来。华哥抽出砍刀准备和阿武决斗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华哥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勇猛，凭他一己之力不是阿武的对手。子杰从后面抱住他，希望唤醒嘉豪的意识，结果反被一顿暴打。危急时刻，华哥拼命把嘉豪推进地窖，接着一瘸一拐地朝里面走去。等嘉豪追上来的时候，看到堆在地上的酒坛，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他已经感应到里面装着的正是被他牵连的其余村民。就在嘉豪愣神的功夫，华哥拿着带有尖刺的木头朝他冲过来，却意外被白毛用身体挡住。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嘉豪已经被鬼附身，还以为是在救朋友，结果反被推向一旁，后背还挨了嘉豪一锤子，差点被打得断气。华哥趁这个机会再次将木棍捅进嘉豪的身体里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他死前竟喊了白毛的名字。华哥绝望地瘫坐在地，他已经猜到阿武刚刚离开了嘉豪的身体。果不其然，一旁的子杰突然晃动着脑袋，然后一脸冷漠地朝着华哥走来。他捡起地上的木桩，朝着华哥身上狠狠打过去。如果靚仔死喺你面前。阿武将木桩扔在华哥面前，保证只要他肯自尽，就会放过子杰。华哥不愿意牵连无辜的年轻人，于是拿起木桩对准小腹，毫不犹豫地插进去，当场身亡。紧接着，子杰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不过看样子，阿武并没有离开这副躯体的打算。趁他愣神之际，子杰抢回身体控制权，他不允许这个杀死他朋友的厉鬼继续存活危害世间，于是抓起地上的碎瓦片插进脖子，和阿武同归于尽。影片的结尾，子杰的鬼魂来到了女友车祸的地方。原来女友的魂魄一直在那等着他，两人手挽着手，约定再也不分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香猪，咱们下期见。